前阵子中国科幻小说经典《三体》登上了 Netflix 哦，原本是万众瞩目的好消息，但播出之后却意外的引起了很多的争议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《三体》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《三体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《三体》呢，被很多人誉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幻经典之一，就连奥巴马、祖克伯甚至中国国家副主席都是他的粉丝。而前阵子《三体》的改编影集登上 Netflix， 还爬上了当周全球观看次数最高的影集第一名。但没有想到，这个原本应该是中国之光的影集，却引起了很两极的反应。有人觉得是神作，但有部分的中国观众批评说，影集里面的文革场景根本是西方恶意的丑化中国的又一个案例。后来，甚至连作者刘慈欣本人呢，过去发表过支持新疆集中营的新闻，也再次被挖出来，引起了更多的争议。《三体》这部作品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红？这次又为什么引起争议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《三体》吧。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最近几个月投资台湾股市的讨论非常的热哦，你是否有想过在投资股票或是 ETF 的时候，如果遗漏了重要的配息通知怎么办呢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推出的 eNotice 平台，它是台湾负责保管所有有价证券的集保结算所提供的服务。只要勾选同意，你就可以启用股利和 ETF 收益分配发放的电子通知服务。即使拥有多档股票或 ETF， 也都可以呢在 eNotice 里面一次查清楚，不担心资讯四散各地或是遗失纸本通知，也充分的保障个人财产隐私。即日起至6月底哦，只要启用服务就可以参加每周、每月的抽奖，总奖金呢高达600万元。现在就点击置顶的留言链接，开通 eNotice 电子通知服务，让你及时掌握配股配息资讯，不漏接。要理解《三体》这部作品哦，我们可以先从它的作者刘慈欣这个人开始谈起。不夸张的说呢，刘慈欣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而他的身世本身就跟这一次《三体》的争议有一些关系。根据采访呢，刘慈欣的祖父生在国共内战的时代，他自己本来也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，但是为了保存家族血脉哦，他把自己的2个儿子，一个送去了共军，一个送到了国军，等于是两边下注的概念。后来刘慈欣的爸爸呢，也成功在共军里面当上连长。本来以为一切顺利，但没有想到后来文革爆发，刘慈欣的爸爸因为有个在国军的弟弟被人质疑政治身份有问题，把他送到了这个乡下去当矿工。当时刘慈欣只有3岁。后来刘慈欣长大之后呢，对于天文学很感兴趣，一度想要当太空人。可是因为家庭政治背景有问题，他知道这个梦想不可能达到，所以后来呢，也跟很多人一样，老老实实的念书，最后成为了一个水利工程师。而根据他的说法，他在工作的时候太无聊，所以决定断断续续的开始写科幻小说。刘慈欣靠着他的理工背景跟丰富的想象力，很快的呢就得到了非常多中国重要的科幻小说奖项，在中国的文学圈内闯出了名堂。但是呢，又一直到2006年写出了《三体》之后，刘慈欣才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的作家殿堂当中。《三体》系列总共有3本，那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呢？这边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，如果担心爆雷的观众，可以按到《三体》到底有多红这个章节继续看。《三体》连载版本的这个故事背景呢，开始于1967年的中国文革时期。主角叶文洁的爸爸是物理学家，但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致死，整个家破人亡。后来叶文洁进入了一个中国秘密的军事基地做研究工作，实验的过程当中意外收到了来自遥远星球三体文明的讯号。三体文明因为自己的星球不宜居住，发现地球之后呢，决定要入侵地球。而对于人类文明彻底失望的叶文洁决定背叛地球，帮助三体人。但因为三体星人的这个舰队太远了，要400年才能够到地球。期间为了防止人类的技术继续的发展会超过三体，他们故意扰乱地球的科学研究，甚至到处杀死重要的科学家。而书里面的人类呢，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，就要用400年的时间想办法打赢这个不对称的战争。那整个故事呢，它非常的概略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本书之所以精彩呢，是因为刘慈欣很擅长引用科学理论，在小说里面做很细节的推演。好，那这边再讲下去呢，可能就把雷曝光哦，所以我们就只举一个黑暗森林法则来跟大家分享。有些人可能好奇过，宇宙理论上是无限大的，那应该要有很多跟地球一样的文明才对，那为什么我们都找不到其他生命的痕迹呢？
三体就引用了一个叫做黑暗森林法则的概念，它告诉我们，宇宙可能真的存在很多的外星文明，但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想要把自己藏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书里面解释说，因为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文明之间为了生存，永远必须要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。再来，文明的科技发展呢，不是渐进式的，而是忽然就爆炸性成长，而且速度还会越来越快。今天比你弱的文明，很可能明天就忽然超车比你强大。所以书里面提出如果你在宇宙当中发现另外一个文明，为了避免自己被灭掉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对方灭掉。也因为这样子呢，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森林，里面有很多带枪的猎人，每个人都在努力的隐藏自己的踪迹，一旦发现别人存在，也会马上开枪攻击。这就是为什么宇宙永远看起来一片寂静。刘慈欣运用这个理论呢，在《三体》里面发展出了一套星际之间勾心斗角的社会学理论。另外呢，还有什么像是降维打击啊、面壁者、破壁者这样的概念，也都非常的精彩，也让呢小说变得很有真实感，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同温层呢，变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经典。三体还在连载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已经得到了中国科幻作品最重要的中国科幻银河奖肯定，在中国大受欢迎。但是让这部作品红出中国的关键呢，跟它的英文版翻译有关。三体的英文版的译者呢是刘宇昆，本身就是得奖无数的小说家。2014年，三体出版到英语世界之后，就得到了美国奇幻科幻类最重要的奖项星云奖提名。隔年呢，还获得了科幻小说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，破纪录呢，成为了第一个得到雨果奖的亚洲作家。得到雨果奖之后呢，刘慈欣的名气也开始大爆发，就连奥巴马啊、祖克伯，还有后来的小岛秀夫呢，也都公开表示很喜欢《三体》这部作品。甚至连中国前国家副主席呢，也是刘慈欣的粉丝，曾经邀请刘慈欣到中南海呢去参访，还拿出了满满的注记的《三体》给刘慈欣看。目前《三体》全球出版了19种语言版本，销售量呢突破了2900万册，包含了其他刘慈欣的周边啊，还有影视 IP 等等，估值高达20亿人民币，形成了所谓的刘慈欣产业链。因此呢，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呢，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准。而这次 Netflix 的改编呢，也是慎重对待，不只是找来了《冰与火之歌》的制作团队，单集的成本呢还高达了$2000万，号称是 Netflix 成本最高的投资之一。但没有想到播出之后，却引发了不少的争议。这次 Netflix 三体播出之后呢，出现的战场大致上面有3个。第一呢是关于改编本身的问题，在 Netflix 版本播出之前呢，其实就已经有中国的腾讯版三体，被认为是很忠实呈现三体原著的影视改编。但是这一次 Netflix 版本的改编呢，基本上只是拿了书里面的一些主要情节跟概念，然后把主要的角色重组打散成5个人，情节也被大幅的压缩跟组合。所以有不少粉丝觉得 Netflix 这根本是魔改，偏离原来的作品太多了。不过也有人认为呢，这其实只是为了配合国外观众的习惯而有改编手法跟差异而已，而且过程当中呢，又得到刘慈欣的认可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他们认为比较有问题的反而是关于里面文革情节的呈现。Netflix 版本的一开始呢，就有一场戏在演主角的爸爸怎么被红卫兵迫害殴打，这一幕呢，甚至被称为是近年少见的文革场景刻画。而腾讯版《三体》呢，虽然也有提到文革，但是比较隐晦，也被怀疑呢有经过删节。这个差异就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不满呢，认为这是西方国家故意在丑化以及扭曲中国，一度呢引发了灌差评的热潮。但也有人反击说，刘慈欣书里面本来就有这些情节 ，Netflix 的做法呢反而是忠实的呈现原著。但这里呢，却还有另外一个案外案，有人开始质疑说，刘慈欣本人的意识形态也有问题。因为《三体》再次爆红有人也开始讨论起刘慈欣早年的一些发言。刘慈欣的作品呢，过去呢就被认为有似乎在影射政治的内容。除了《三体》里面对于文革的批评之外，他最早的作品之一《中国2185》就是在想象毛泽东被复活之后引发政治斗争的故事。但是呢，在2019年纽约客的记者询问他关于政治批判的问题，刘慈欣却大力的强调自己没有这个意图，只是单纯在讲故事而已。他甚至还进一步的表示，新疆教育营呢是有必要的，中国人不在乎民主等等的言论。当时这番话呢，还引起了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反对，要求呢 Netflix 认真考虑《三体》的改编。另外，也有人批评刘慈欣的作品呢，常常会有厌女啊、反民主、极权主义的元素，认为他跟中共的立场很接近。不过呢，对于这些质疑也是有支持者认为，刘慈欣身处在这个局势当中，很多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讲。他作品里面呢，也有不少对于中国的批评，因此他本人对于中共可能也不见得是完全认同的。其实我们团队成员呢就很喜欢《三体》的人那么觉得这部作品宏大的叙事还有想象力，再加上呢里面对于这个星际政治的描述真的非常的迷人。
而且刘慈欣真的很擅长做一些超细节的设定跟沙盘推演。夸张一点来说，有时呢会让人觉得哇，如果有一天外星人要入侵地球，这本书搞不好真的可以当做是教战手册来用那当然，在读的时候呢，我们确实也在里面感觉到一些评论说的厌女啊、角色扁平啊、极权主义倾向等等的问题。而至于刘慈欣本人的立场呢，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些矛盾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自己在读《三体》原著的内容里面，对于文革啊，还有中共的批评呢，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捏一把冷汗，怀疑说这真的能写吗？但是作者本人的公开发言却好像完全相反的样子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部作品呢？那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解读方式是，作者跟作品应该要被分开看待，小说作品跟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等同的。虽然我们无法真的知道刘慈欣本人在想些什么，但是对于《三体》本身的评价，还是可以回到作品去解读。就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就算一些问题存在，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还是货真价实的，它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。那当然，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最后呢，想来问大家，你会想要看《三体》吗？听完之后呢，觉得更想要看了，比本来想看，我对这类型的作品比较有兴趣，所以已经看过了，我觉得好看或者是不好看，给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《三体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赛博朋克和1984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